本来我是已经调好闹钟要在5月28日凌晨4点起来看 SpaceX 载人龙飞船首秀的，但不料发射却因为天气原因推迟了。还好我的闹钟也不知道怎么的意外失灵了，所以看起来不管你是在地球上哪一个角落打火箭，都是要遵循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的嘛，天时地利。那么什么样的天气会影响到火箭的发射，可能造成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然后再顺便聊一聊 SpaceX 的这次发射究竟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首先让我说简单一点啊，凡是让你都不愿意出门的坏天气，恰恰也是会让火箭载在发射平台上的。对你来说，什么样的天气才算坏天气呢？打雷、刮风、下雨算吧，高温啊也算。还有别的吗？你来补充啊。对火箭来说，雷电、大风显然也是最不友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2点。首先，火箭发射时的姿态需要精确调整，而雷雨云中气流上升或下沉的速度是可以达到每秒30米的，相当于是暴风级别。在这样恶劣的空中环境里面呢，火箭姿态会很容易受到严重的干扰，可能造成偏离飞行轨迹的情况。就算能够及时调整姿态呢，剧烈的颠簸也会给火箭中的精密仪器和航天员造成严重的损害。其次啊，雷雨云层中的离子会产生危害性的电场，这种电场会干预甚至损害火箭中的电路，影响火箭与地面的通信。不仅如此啊，雷雨云还会影响地面遥测的信号，让升空后的火箭变得更加无法预测。而最严重的情况是，强雷电还可能会直接击中火箭，点燃其中的燃料，发生爆炸事故，使包括宇航员在内的一切都面临极度危险。这次载人龙飞船的推迟呢，就是因为当天高空中的积雨云过多，再加上这是 SpaceX 第一次的载人任务，关乎到该公司 NASA 甚至是整个美国载人航空业的未来，所以如此慎之又慎还是能够理解的。说完了天气对火箭发射的影响啊，我们接着聊聊这次发射任务有哪些特殊之处啊？它的重要看点又是什么呢？首先，尽管这些年来美国宇航员并没有间断上上下下国际空间站，但你要知道啊，他们自己的最后一架航天飞机奋进号早在2011年就退役了。接下去每一次想要送人上太空， NASA 都不得不支付数以千万计美元的费用给俄罗斯，然后在俄罗斯境内坐上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上天。我觉得吧，钱呢可能压根儿也不是个问题，毕竟航天飞机烧起钱来更像是一个无底洞，最主要的应该是面子上挂不住。你想啊，一个号称班里第一的学霸总是拿着卷子跑到老二那儿，叫人家帮他解个题，他自己怎么看，老二怎么看，别人又怎么看呢？关键是这老大老二彼此还看不上，表面上乐呵呵的，心里不知道奔跑过多少匹小羊驼。所以啊，这次的特殊之处呢就不言而喻了，能从自家的地盘上坐上自家的飞船起飞，不是重振雄风是什么呢？第二个特殊之处呢，是这次的载人太空飞行不仅是 SpaceX 公司的载人首秀，它也是由政府组织发包给私人公司的首个载人太空任务。这次的成功与否，不仅关乎到 NASA 自21世纪初以来执行的政策成功与否，同时也决定着未来商业太空旅行到底有多大的前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全世界官方和非官方都把目光集中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的原因了。第三个特殊之处啊，或者也可以说是看点，就是全套看上去都充满了科幻感的火箭飞船和宇航服了。你别说啊，很多人从颜值就会迷上马斯克家的东西的，不知道 NASA 是不是也这样呢？可以华丽回收的猎鹰9号咱就不说了，与之相关的视频估计你已经刷到手软了。这次的重头之一载人龙飞船算是颠覆了很多人对于传统载人舱的认知了，里面没有密密麻麻的按钮，换来的是整块的触摸式显示屏，一副特斯拉飞天的样子。你要是以为是不是21世纪的载人舱都长这样呢？那就看看同为 NASA 承包商的波音，在它最先进的 Skyliner 星际航线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啊？其实嘛，复古也算是一种美嘛。另外一个更科幻的东西，一定是这次宇航员身上穿着的宇航服了。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好莱坞即视感呢？有就对了，因为这款宇航服的外观设计就是由好莱坞服装设计师何塞·费尔南德斯亲自操刀的。他参与过蝙蝠侠、X 战警、雷神等系列电影的设计工作，只是我们大概不希望真实中的太空任务变得跟好莱坞一样戏剧化罢了。最后我们再来说说 SpaceX 为了保证这次发射不出岔子，
都做了哪些额外的工作。首先，你可能知道，在今年1月的时候呢，马斯克曾亲手炸了一次自家的火箭，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证明给 NASA 看，我这紧急气传系统足够可靠吧？一旦下面的猎鹰9号火箭在发射的过程中出现了任何问题的话，龙飞船都会在第一时间启动自己的发动机，把自己给弹射出去，至少保证了里面宇航员的安全。另外，其实整个发射系统都为安全留足了冗余空间，比如逃生系统其实只需要4台发动机就够了，但上面装了8台；比如其实猎鹰9号只需要7台发动机就能够飞上太空了，但上面装了9台。比如在载人舱里面明明是有7个人的座位，但这次宁愿空出来其中的5个。总之，作为回归本土后的第一次载人上天呢， NASA 和 SpaceX 真的做足了准备。那我们也就满心期待的等待着它的发射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